马蹄声，他来了。表嫂，表哥会来接我们吗？他会来的，再大的风雪也会来。明柔，表哥，你终于来了。好了，别哭了。那表嫂呢？来接你们的马车在半路上被积雪挡住，我只能先骑马过来。明柔自来怕寒，这回吓着他了，马上只能坐一人，我先送他回去。你再等等，马车很快就来接你。好。我来时只能带一件狐裘，你是他表嫂，先委屈你一些。快些去吧，明柔还在马上等你。大人刘夫人一个人在这里，真的不担心吗？荣春，你睡一会儿。我就是季家的女儿，我来是想问你，我们的婚约还作数吗？既是父母之命，婚约自然作数。在下不日就会让母亲登门商议婚期。汉妮，别哭，这世上没有绝对的对与错，放下过去，永远往前走。结束这段永远在寒冬里止步不前的姻缘，才能如父亲说的，永远往前走下去。少夫人，昨夜雪太大了，要不是恰巧遇着半差的关爷清雪，小的现在也到不了。暖手炉怕是也凉了，马车里炭火也没了，怪小的没多带。昨儿大爷知晓您和表姑娘困在半路，紧张坏了，当时就要过来接您呐。大爷那般忙碌的人，连公务都没顾上，昨夜竟……哎呀，小的多嘴了，少夫人请。一同去的庄子，谢想表姑娘是大爷亲自接回的，少夫人反倒困了一夜，回来还忙请郎中。少夫人，先沐浴换身衣裳吧，身上暖得快些。脑中空空，也不觉得委屈，反而像卸下了担子。幸好醒悟的还不算太晚。表嫂，表嫂，我听说你回来了，姨母让我来看看你，让你好好休息，先不用去请安了。表嫂没事吧？表哥送我回来后，我本让他立刻去接你的，可他担心我身子，定要陪着我。如今见表嫂安然回来，我也放心了。表哥下职回来见到表嫂蛮好，定然也放心。无妨的，你不必特意来看我，你身子要紧。荣春，给表姑娘上茶。我本担心表嫂急着来瞧，但表嫂像是不喜我过来，该是昨夜表哥先带我回去，
又让表嫂不高兴了是吗？你不用这么想，我刚回来，身上寒气未消，你身子受不得寒，早些回去歇着吧。别叫你表哥担心。我记得表嫂刚嫁进来那年，在窗外种了许多海棠。到了3月，窗外景色可美了，可惜我闻不得海棠花香。表哥为了我，府里上下都不让种了。表嫂种的那些也被表哥让人拔了。我听说表嫂最喜爱海棠，今年3月却见不到了，表嫂会难过吗？海棠花开了，她也该回来了。我曾亲手种下一株海棠，盼着它能年年盛放。海棠哪里都能见到，人才是最重要的。你知道吗？在你拿着婚书来找表哥的那一年，我姨母都已开始打算让我嫁给表哥了。要不是你横插一脚，拿着10年前的婚书来，我如今已是表哥的妻子。你嫁来这2年，也该明白我在表哥心里的位置。你若识趣，自请和离，我还能劝表哥和姨母给你些赔偿。表嫂，你别不识趣，你在雪中一夜，表哥都没管你，难道还不清醒？表哥一点都不在乎你。人总要认清自己位置，别太贪心了。这梨树是小时候表生与我一起种下的。他说，只要树在，我便永远重要。去准备热水吧。吹了一夜风雪，怕是染了风寒，还是请牢中瞧瞧吧。夫人的身子哪经得住这般寒气，风寒也是要人命的。一场风寒罢了，别担心。少夫人从前哪里受过这种委屈？淋场小雨，老爷夫人都心疼的不行，何况是吹一夜的雪。荣春，今非昔比了，身后无人，便不能指望有人心疼。大夫人让少夫人好生养着，这2日不必去请安了。有劳妈妈替我谢过母亲。收起来吧，规矩下的敷衍，谢家大夫人最是深谙此道。今日明柔来看你，你将她赶走了。又来了，重复的兴师问罪，只觉得淡淡的厌倦与乏味。原来真的不再重要了。这样的质问，连难过都没有。那个温润如玉的谢玉衡，那个许诺会来提亲的谢玉衡，留在心里的最后一丝温度，散了。少夫人，您与大人之间总有误会，要不奴婢去请大人回来，您解释2句。表姑娘惯会挑拨，日子久了，岂不更离心？不必了，解释过1000万遍，他不信。一场被风雪吹乱的宴席，即便礼轻，也是一桌狼藉。他信不信，再不重要。雪夜是心冷，方才那瞬间的厌烦，让我看清，连那点夫妻情分的喜欢，也已烟消云散。
第一眼见他时，原以为他是宽容大度的。我听说雪大把马车未能及时接你，你困了一夜。没什么要紧的，不过多等了一会儿。这次的事是我没顾及周全，待会儿我让管家送一批薯鹇来。蜀锦，他还记得。来接你母献祭了。明皇上，他觉得这是天大的恩赐与补偿了。少夫人，这是今早大爷走前特意吩咐送来的，您这儿可是独一份呢。收起来吧，放库房。少夫人，大爷手上案子棘手，这2日宿在衙门了，大夫人让您夜里不必等。知道了，有劳妈妈。原来，这便是求而不得的滋味。我以为我早已学会了克制。给母亲请安，母亲身子可好些了？好多了，难为你病着还过来，咳疾可缓了些。老母亲挂心，好些了。去坐着吧。明柔，你跟嫂子说，这京城里可有你瞧上的？只要你点头，大半人家咱们都嫁的。这话倒不假，娶了她既得实惠，又得好名声。是啊，明柔这样的确是挑。恒哥哥会为我选的。大哥不是最喜欢表姐吗？为什么不能让表姐嫁给大哥？明柔的婚事，玉衡最是上心，家世、品性、模样、才情，差半点他都不满意。这孩子自小就最护着明柔，舍不得她受半点委屈。委屈你了，你本是极好的孩子。姑母，明柔一点不委屈的。你嫁来快3年了，肚子始终没动静。玉衡不喜欢你，你难道不知？夜里不知多留留他，想法子讨他喜欢。你再这么下去，我要何时才能抱上孙子？你若实在不知如何讨玉衡欢心，便去问问明柔，学学她是怎么与玉衡相处的。表嫂，你知道恒哥哥为什么迟迟不愿我嫁出去吗？因为他舍不得我。那夜雪大，恒哥哥接我回来，至今还不放心，日日派人往我那儿送养生的汤药，怕我身子有半点不妥。方才我听见你咳了，恒哥哥可曾关心过你一回？可曾让人给你送过药？连郎中都是你自己请的吧？我瞧着你实在可怜，你苦苦占着这个位置，恒哥哥也不会喜欢你。我若是你，但凡有点脸面，也不会强霸占着人。讲脸面也得你有，但凡有点脸面的，也不会肖想着别人的夫君。我嫁来是名正言顺，你当初是名正言顺住进谢家的吗？你们若真互相倾慕，为何不早来季家商议退亲，反而来祸害我？季家如今虽门第不在，
可当初若谢家来退亲，我父亲定会二话不说便同意。他早不来退亲，是不够喜欢你吗？你瞧今早，他哪敢多说一句，还不是咬碎了牙往肚子里咽。当初她嫁过来，就寒酸的2台嫁妆，也就玉衡愿意娶她。可惜了，玉衡和明柔多般配的一对，被他横插一脚。说是这么说，我倒是同情他的。当初季家还在的时候多风光，谢家都比不上。谁能想到一夕之间……同情什么？这都是命。我大嫂为什么不让他帮忙管家？还不是怕他拿了东西补贴他那药罐子母亲。他外祖家也没落了，让他管家，他还不把东西都往外人那儿送。大嫂可是一直防着他的。少夫人，别担心，先回去。如今已经没有季家了，外祖家他更不能多待。和离后，总得先给自己找条后路。尽快些吧。是。以前回来，他很快会过来，那身影一直都在。大爷，少夫人在后面廊屋，要老奴去叫吗？奴婢在熬少夫人风寒吃的药。风寒，过了2、3天了，他好像从来没生过病。倒是明柔，少夫人，大爷回来了。他也在书房。刚才给大爷送去的补参汤，大爷又给退回来了，这会儿还热着，少夫人要用吗？忘了吩咐不用熬了。他之前说不喜欢，只是自己心疼他夜里忙碌罢了。每次被退回来，都不忍浪费。那汤，你们喝了吧，往后也不用熬了。真的不熬了。少夫人的风寒也不知道要多久才好，谁能想病一场就病这么久呢？表嫂。从前看到他们走在一起，心里总会刺痛，觉得自己多余。但现在心静如水。也许我本来也没那么爱他，又或者我爱的是当初认真许诺要娶我的那个谢玉衡。明柔在与你说话。我在吃药。怎么了？就说我过来去恒哥哥屋里找几本书，表嫂不会介意吧？我怕表嫂知道后又说我不懂事，所以来跟表嫂先说一声。表嫂也别跟表哥置气。还有，我今天说错话惹表嫂不开心了，表嫂也别跟我置气吧。明柔来我这儿寻字帖，你别斤斤计较。再有，他即便说错了话，你是他表嫂，得大度些。我还一句话没说，就已经被他定了斤斤计较的名头了。斤斤计较，不是你们跑来我这儿的，我可一句话没说。往后还请你慎言。还有，你不过跟你表哥借2本字帖，我介意什么？为什么特意要来跟我说？往后你再去找你表哥，可不必再跟我说的。你们2人关系亲近是好事，说明府里和睦。
表嫂在意，又何必说这些违心话呢？表嫂，这可是我亲手熬的。是不是要押送去？荣春，接过来。表嫂难道不喜我到这地步吗？这是我下午亲自为表嫂熬的，忙了一下午的。这是明柔的心意，你是她表嫂，什么时候你才能如明柔那般识大体？你不怕我不小心又将汤洒在明柔身上了？你当真叫我觉得厌烦恶心？这些下三滥的手段够多了，如今你又叫我觉得你可怜，可怜到只能用这些下作手段了。看来表娘是不愿原谅我了，我就先走了吧。韩熙，与明柔道歉。夫妻缘分早已尽了，也无话可说，更不想费力跟谢玉衡非要辩个什么是非对错或是清白来。他对别人都是公正的，独独从未公正的对过他。少夫人，这样的人不会是他的夫君。从前这样的时候，少夫人总会先低头的，还没有直接这样转身离开的时候。表嫂生气了，哥哥先进去哄表嫂吧，我没有关系的。我今天不该来的，特意为表嫂熬了鸡汤，表嫂看来也不会吃了。心里生起股复杂心绪，让他冷静下也好。往后你也少来些这里，她毕竟是你表嫂，我的妻子。她病了些日子，情绪难免冲动，你别怪她。走吧，我先送你回去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荣春，你什么也不用说，我明白我在做什么。谢家孙媳，谢玉衡是谢家最出息的长孙，这院里院外多少双眼睛，就等他踏错一步。从前为了和睦，为了这宅子不起风浪，不敢出错，不敢发作，处处忍，拼了命维持跟他那层表面和气，连累他都不行。可这一眼望到头的沉闷余生，越熬越叫人厌。若一辈子都困在这种闷死人的枷锁里，干脆断了也罢。荣春，去问前头一句，大爷今晚在哪边歇？奴婢刚才瞧见石青展帘那边，大爷身边的小厮拎着暖炉过去了。知道了，去歇吧。关得再死，也挡不住满院子的慌。这只太艳，这只算了。是。这只太巧，那奴婢再去取那只素衣魔云的。安静的不像在等谁，不像在等他，像他已经不再在他身边了。那株腊梅今年枝太重了，汤趁热，你清早卷宗多，别熬太晚。他竟安静的过分。公子，他好像从没好好跟他说过几句提实话。你做的不对，亏的是韩愈。起初并不觉得有什么，敏柔自小体弱孤苦，他答应过要照拂。韩露既做了他妻，便该同他一起。昨夜的事，他可以不计较，只要他认个错就行。
大爷，又是背影。去请安吧，婆母那边。大爷，说实话，第一眼见他时，玄发丰艳，眸相。你夜里能早些回吗？我有些话要跟你单独说，是要紧的事，耽搁不了多久。走吧。他什么时候真把我这话放心上了？走了，去陈审。和离书写好直接递过去也一样。姨母可好些了？哎，大夫既说不妨，咱们明日再来。到底还是得静养，我们先回去了，有什么事儿再使人来说。少夫人，您脸色怎么白成这样？快，那边坐。哎呦，夫人这会儿刚睡沉了，少夫人您也歇歇吧，快叫郎中来瞧瞧。我来照顾姨妈亲便是，嫂嫂先去歇会儿吧。少夫人怎么了？要不要叫人抬轿？回去再说。快，再去请郎中！姑娘这正好，根是先前拖太久亏的底子，眼下看是风寒重，其实5、6府都在告急。你只管照方煎药，夜里绝不能再让他沾一点寒气。少夫人是遇寒发热，风寒没好，又吹了冷风，又劳累，头身剧疼，邪气反上来，且本就血虚，连带着五脏不调，千万不能再受寒了，必须好好躺些日子。今天去大夫人那儿的人来来去去多少，嘴上关切几句就算完了，真留下的就少夫人一个人。儿媳的名分在那儿，也不敢推。姑父送来的，说务必交到大少夫人手上。少夫人病着，给我就行，我送进去。顾家，外祖母书，锦衣路东司房行事校尉，将你表哥顾训，今日已送进北镇抚司。是不是少夫人母亲的病？荣春，帮我披件外衫，去书房。
书房在后廊房那头呢，这会儿出去准用吹风，你也要什么东西，奴婢去给你拿就是。那替我把纸笔拿来了。少夫人要给谁写信？神父。少夫人是要给沈侯爷写信？大爷不是该在前厅吗？你病成这样，还坐这儿写什么？小事。大爷不是要去衙门？顺路过来一趟。荣春下去，到廊上候着。我母亲病重，我回来时，只见明柔一人在跟前照顾。你身为长媳，就这般怠慢婆母？明柔自来身子不好，你怎么忍心扔给她一人？我没有怠慢。上午一听说婆母病重，上午那间暖的光影就过去了。韩熙，谢家没对不住你，我更没对不住你，可你非要让所有人都觉得对不住你，才满意，是吧？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你不就是记恨那天夜里，我没先带你回来，这2日处处跟我置气，有不满冲我说，何必挑我母亲病的时候闹？你知不知道，直到这会儿，都是明柔守在我母亲跟前。你觉得我现在没在婆母那儿守着，是我在跟你赌气？有没有赌气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就你这性情，往后怎么做当家主女，怎么理后宅。我虽公务忙，可你嫁进来，谢家可曾亏你一分？我母亲可曾亏你一分？韩熙，这是不孝，是不知恩。人人都说谢玉衡端方如月，芝兰玉树，谁都不知道他最善的是用最正的道理扎最准的针。当年他点过头答应那桩婚事时，确实给过一小阵安稳的错觉。新婚头几日也不是没露过柔情，可怎么就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副面目全非？或许不是一个又一个误会，是一个又一个他下意识偏向明柔的选择。关系根本不是被谁挑拨坏的，是他从头到尾眼都长在另一边。荣春，去把那卷纸取来。你爱怎么想我都没关系，我既是谢家儿媳，该我做的一天不少，该尽的我不欠谁。
就算你指着鼻子骂，问心无愧。韩云，你总说我从不向着你，可向着我，怎么向着你？明日我去母亲那儿替你说一句，你一早过去赔个礼。这回确实太任性，月例扣了，佛经抄几遍，好好养养性子。先别走。是，我还有事跟你说。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韩宇，这事没得商量，我不会帮你。我要说的是合理。他以为我要开口是求他救表哥。少夫人，大爷那就是误会了才说的气话，您把前因一说，大爷会听的。收好。有些污痕，一旦印上去，就不是擦能解决的。少夫人，大爷那边的来取了朝服，说大爷天不亮就去了前院书房，今日怕是不回这院了。要不少夫人趁早跟大爷把话掰开说清。昨夜他分明……你现在想想，就算他这次听了，你说啊？我听下人说，大爷已经表姑娘相好人了，开春就能定。等表姑娘嫁走，没人来回搅了，大爷总能看清少夫人好吧？是。来做什么？去上职就是，别在我这儿熬。韩英那边，我昨晚没问清就说了重话，回去我跟他说，让他一早过来，给您赔个礼。谁怪他了？他昨天算尽心的，下午都是他在跟前，万事亲力亲为，我都看在眼里。后来我睡了，婆子才说他脸色差得很，险些晕过去，还是下人扶住的。正好明柔过来问安，他才肯走。明柔半拜没提，韩云先守了大半天，你回去只见明柔在，便直接默认他没来。他风寒就没好利索，还硬撑着来伺候我，倒是难为他了。你去看过他没？听说郎中都说了，他可好些天了。我其实也不算多满意他嫁你，知道你也不怎么喜欢他，可当初是谁说的？他拿着婚书来，于情于理该娶。这3年他做的不算差，外头也体面，没给你丢过脸。他家事落了，谢家不上他帮仕途，但既娶了也就罢了。别的我不说，让他早些把长子生下来是正经。将来你若还是不喜欢，要纳妾，我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行。可规制摆着，
正妻先出长子，家里才稳，也不毁名声。我会守当初的承诺，不会纳妾。行了，去你的衙门。晚上记得让人把姜枣汤给他那边送一碗，别真病倒了，真病倒了，谁替你把这宅子撑住？儿子思虑过了，纳妾之事不必再提。我不管你脑子里想啥，我就一件事，早点抱上孙子。去库房支些药补，送到少夫人院里。昨夜不该一回去就凶他，到底错怪了。今晚早些去陪他吧，这些日子忙昏了头，多久没跟他一块用晚膳了。母亲，你这会病得不轻，这几日不用来伺候我。明柔也常来陪我说说话，你先回去把身子养好，养好了才能早点给我怀上孙子。伺候母亲，本就是媳妇儿该做的。别在这儿待着，当心再把病气过给你。夜里咳几回？冰糖炖梨用了没？2回。用了，太太。哟，少夫人也在，养好身子要紧，可别硬撑着。嫂子，婆母病着这些天，府里账目开支全交到二房手里打理。在婆母心里，我这个正儿八经儿媳始终是个外人，宁可给二房，也轮不到我。可那些费神费力的宴席布置，
倒处处要我出面。算了，计较起来没完没了，反正也没多少干系了。前门备车，往顾府。表姑娘回来了。对，莲，表姑娘，您小心脚下。表嫂，不对，表姐，您怎么来了？谢家那边好吗？恒表哥对您好不好？表姐，先去给外祖母请安。祖母前阵子才缓过来，这2天又为三表哥的愁的饭都吃不下。表姐一会儿去瞧瞧吧。这天寒地冻的，一个2个都病倒了，训表哥还摊上这种事。我知道。祖母今日用药了没有？喜表妹，燕表哥，你近来还好？一切好的。怎么，来前也不先递个帖子？来得及，没顾上，下回一定。几个月不见，林哥哥又蹿高了。是。那些旧怨，难道真要记一辈子吗？你跟玉衡提了训儿的事没有？你让他伸手帮一把，顾家记他这个情，他要多少银子，顾家哪打出？表哥会没事的。怎么没事儿？那北镇抚司的刑具，你以为训儿扛得住吗？你单喝1天，我训儿就多受1天罪。你要是还有心，要是觉得对顾家有亏欠，就该赶紧把你哥捞出来。我会尽力，可这事急不来，先让我见外祖母。你去，你现在就去跟他说。从前2位舅母待他顶好的，一切便在5年前，爹出事那年。爹正2品兵部尚书，不到1年200多座宝佐被血洗。爹举荐了侍郎做京律，又推了几员将领，本该是大胜的局。后方想断供，偏那个爹对会兵备的副使贪功冒进，京城大薛又在催，本不该出兵的时候一直出兵，满盘皆输。
弹劾折子堆成山，结党营私，徇私舞弊，帽子一顶当扣上来。明明不是跌进了诏狱，定了死罪。季家被抄，两位舅舅只因为受过举荐，又是赤亲，一发派贬官，二舅死在蛮荒任上。从那以后，从前跟季家称兄道弟的，跑得比谁都快，谁都怕沾上。外子家也乱成一波粥。5年过去了，这些事想起来还像昨天，才知道什么叫一夕之间，连血脉都能了。姑娘总算来了，老太太听说了，一直念叨让老奴奴在这儿候着呢。细丫头来啦！祖母身子好些了吗？你甭担心我这把老骨头硬朗着。你也病了？刚在外头吹了风，暖暖就好。先去见过你2个舅母了。二舅母击碎表哥的事儿，锦衣卫那帮人刀口舔血的，你别怪你二舅娘急疯了。顾家如今败落了，你大舅还在边疆苦寒地，什么时候回来都不知。后辈里也就燕哥儿和勋哥儿还算成器。勋儿出了这事儿，你能帮就帮一把吧。殷丫头，外祖母知道你苦，娘家塌了，娶嫁，他们哪真拿你当自家人待过？你2个舅母也总怨你爹当初连累了他们他男人，把火撒你头上。你别往心里去，这回训儿的事儿，能帮就帮，但别为了这个伤了你跟玉衡的和气，省得在谢家更难立足。外祖母明白你从小报喜不报忧，舅母那边外祖母替你顶着，别自己一个人扛。熏儿能不能出来那是命，外祖母只要你好好在谢家过日子，顾家总得有一个过得好啊。孙女想跟谢玉衡和离，祖母会怪我吗？殷丫头在谢家受委屈了，对不对？外祖母怎么舍得怪你？谢家那次对不住你，早和离早解脱，什么都不用怕。外祖母给你撑腰，大不了回顾家，别在那种地方硬熬。他从来没喜欢过我，训高哥的事他不会帮的。我得另想办法。傻孩子，自己在谢家都委屈成这样了，还惦着表哥。先顾好你自己，外祖母不怪你。熏儿这事儿怪不到你头上，就算救不出来也不怪你。你二舅母那边，外祖母替你挡着，她翻不到你头上去。和离的事儿，先别跟你娘提。她病又重了些，等稳一点再说。
看得出来吗？姑娘放心，看不出来。走吧。姑娘可算来了，夫人高兴坏了。刚泡了你爱喝的山菌茶，还煨了姜枣汤暖身，就等着呢。母亲这些日好些了吗？姑娘甭操心，夫人这段日子精神好多了。前几日还念叨你呢，说你回一趟娘家多不容易，今儿见着你病都好3分。我寄回来的信，母亲都看了。姑娘总捡好的写，哪回夫人不是翻来覆去看好几遍，每看完一回都能高兴得下榻走2步，还说我家阴丫头嫁的是如意郎君，她高兴着呢。大夫人说如今府里开支重，从前那药方贵得吃不起，换了郎中改了方子，说效果差不多。对，又说二爷刚授官要打点，3爷又出了事也要打点，老太太身子也不爽，得先紧着老太太，等开春屋檐也得修。今年庄子收成又不好，下人们的冬衣都还没着落。人做决定的时候，往往只在一个念头，可往后的每一步，都是踩着自己的骨头走的。府里难，我知道。这些先给母亲抓以前的药，不够就来信。别麻烦舅母，也别跟母亲提一个字。先去见过你外祖母和你2个舅姥了？都见过了。你2个舅母打小疼你，到现在还搁不下那些旧事，你别往心里去。都是一家人，哪有不盼你好的？没难受，我都懂。往后少跑这一趟，我这儿一切都好。你3个的事儿还没过去，我知道你家中艰难，但毕竟一家人，能帮一把就帮一把。你现在最要紧的是赶紧怀上一个。玉衡年轻有为，纵现在不纳妾，往后谁说得准？你婆婆那儿也跑交代，快3年了，怎么总没动静？娘，我在想法子，随缘吧。别再让我知道你把药倒了。因为这事儿真不是没发生过。这边，张爷等着呢。姑娘，张爷在里头。夫人，这边坐，春茶刚沏的。张先生，过目。夫人的画放着楼上就是压轴，单凭石兰居士这名头，就够一群人抢破头。老规矩，4、6开，考不走这面，我让人把钱送到你指定的铺子里，那间部。那还是。那夫人还有别的事下，还是训那边想加点打听？先生只管替我看好日期，别一次上太多。明白，物以稀为贵。夫人还去铺子转一圈？夫人。侯爷，您这边请，掌柜。
难得侯爷有这闲心亲自来一趟，楼上雅座早给侯爷留着呢。这闪叶哥，侯爷瞧上哪幅，差人送去侯爷府上就成了，何必亲自？